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目前在 MIT 道担任 Marketing Lead，现在是台北时间晚上10点，很高兴能与大家在线上见面。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希望今天晚上的座谈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对工作、事业上新的启发和看法，也非常欢迎在我们的交流结束后，能在推文下方留言你的收获，一起交流。在我们介绍今晚的嘉宾之前，我想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MIT 道。MIT 道成立的使命是希望能够提升 Web3 产业人才素质，成为一个人才孵化机构，一座桥梁，连接 Web3 业内各方人才和专家，带给大家 Web3 工作现场第一手的资讯。那这次 Web3 职涯访谈系列分享嘉宾，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来自 DBridge 的韩日市场负责人 Yuli。今晚会从他的职涯出发，聊聊实际工作上的内容以及未来产业的趋势。Hello Yuli，可以先请你简单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你目前在 DBridge 担任的角色吗？嗨，你好 Yuki。首先，真的很感谢 MIT 岛邀请我来这里。今天跟台湾的朋友们聊天，我真的非常兴奋的，希望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交个朋友。大家好，我是 Yuri，我是韩国人，曾在中国留学，所以可以用中文沟通。然后目前我同时使用韩文和中文还有英文这3种语言开展我的工作，分别对接英文市场、还有中文市场以及韩国市场。虽然我的 title 是 Japan Korea Lead， 但实际上我的工作范围覆盖全球。作为 Lead， 我负责的工作非常广泛，包括 BD 业务，然后还有 ecosystem， 还有 marketing， 还有 content strategy 等等。除了在 DBridge 的工作，我还经营 Yuri Labs， 这个是一个 Web3 marketing agency。主要是帮助海外项目进入韩国市场的时候，帮他们策划并执行各类的线上线下活动。然后还有我现在在韩国国内开展 crypto 相关的教育讲座。然后还有一项让我费很多心血的活动，就是定期举办的crypto pros meetup。这个活动大约每个半月举行一次，聚集了开发者，还有研究院，然后 builder、marketing 和 BD 业内人士。我非常享受在其中担任 connector 的角色。然后我认为连接人与人是我在这个行业里最擅长也最有热情去做的事情。谢谢。哇，听下来 Yuli 真的是多才多艺耶，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你用中文这样子聊天。那你的中文真的说得非常好耶。那我想问，那我想要再问你一下，就是你是当初怎么进入 Web3 这个产业的呢？是一开始就是锁定了这个领域吗？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真的开心，非常开心有人问到这一点。关于这个部分，我有非常清楚还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在这个 inflation 越来越严重的时代，所有人面临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钱。我希望是每一个人都能至少保住自己的辛苦赚来的钱，然后还有存下来的钱，不要让它的价值一点一点的流失。更进一步，如果可以的话，也能通过像做 DeFi 慢慢增加自己的资产。加密货币你们也都知道的，加密货币其实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希望能帮助到尽可能多的人。虽然我是韩国人，但是还是很希望能帮助到更多国家的其他人。然后因此目前我在韩国举办的这个刚才介绍的Crypto Pros Meetup 线下活动，也是想帮更多的项目方让他们扩展他们的工作，这样可以的话，让他们的 user 也可以挣钱。谢谢。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很务实面的考量。
那我想大家也非常好奇说，作为一位像这样子韩国日本市场的负责人，那你平常的一天的日常工作会有哪些内容呢？这个说起来会很多，因为是远程办公，因为 DBridge 的我们同事都在 base 在全球，所以我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其实，所以对我来说，合作方也是来自不同的时区，然后不同的国家。所以说熬夜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家常便饭。虽然我是早上起来，然后早上开始工作，但是凌晨1点、2点睡觉也是很擅长的事情。然后虽然听起来会很累，从早上到凌晨，但我反而觉得这种全球化的节奏正是这种远程工作的一个魅力所在。然后我的工作，主要分为4个部分。第一是合作伙伴会议，BD 是我的核心工作，就是所以我每天都要找新的伙伴，然后建立联系，然后并讨论合作方案。只要有机会的话，我也会约合作办线下见面，因为在线下见面和只是在线上的话，确实是很有距离感。只是在线上 online call 的话，我们感觉不到对方的感情，但是说线下见面的话，会更加的亲切。所以我个人是很擅长线下见面。所以像项目方，我想跟一起谈合作的项目方是韩国的团队的话，我会尽可能的去他们的办公室找他们，跟他们一起喝茶，然后跟他们一起聊。但是说他们 base 在其他的国家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见面，只能是 online call。所以比如说像上周就在香港有一个festival Web3 Festival，这样的时候，像展会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你们会不会来，然后要来的话，我会约他们1:1:1，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或者是喝茶，就是跟他们建立这种关系，这样导致，比如说，我认为是这样的，不仅仅是看着对方的项目，还是要针对这个人，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要与人工作的。比如说，现在他这个对方现在在某一个公司上班，但是并不代表他永远都会在那个公司上班，他也可能会跳到其他的项目。所以我是擅长人与人的关系，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第二是市场动态，然后我会每天就是看行业的动态和然后用户的关注点，看用户是他们关注在哪个方向，比如说是 AI 还是 AI agent 或者是 RWA，每次都会变，所以我会关注他们的关注点，然后并将这些内容整理一下，然后整理后之后发在我个人的推特上，让他们看。其实推特是我想整理我的想法的一个像日记本一样，但是最近好多人喜欢我上传的内容，所以开始加很多粉丝，我也非常感谢。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韩国或日本市场，也可以关注我，欢迎关注我。但是像韩国和日本，像 institution 还有这些 regulation 的问题，也是确实很多，所以需要 follow up 的这些内容也是特别多，所以我是很关注这些内容。然后第三个呢，是我的内容创作，因为我是负责 BD，也需要我做，marketing 也需要我做，所有都需要我来做，因为我是 country lead，所以这些相关的内容也是我自己来个人做，所以我会亲自制作这种
内容，比如说拍视频呀，或者是把DBridge 相关的内容写成一个 article 或者是短篇。我最近是想试一下用 Webtoon 的方式，就是漫画的方式来发一下，看看 user 的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就是每次我都会 experiment， 会试验一下哪个方面更擅长，跟对 user 来说是很容易的接近。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工作范围。然后第四个呢是我们有定期的团队会议，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有好几个会议，就是我们会通过每周的会议，会讨论一下这一周的我们整体的方向。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不能是说每个团员就是跑各自的方向，所以我们都会开会的时候把这个方向整体的方向聚集一下，然后按照这个方向来，我们就是按照有的人会写短的推特，有的人会写长的，但是有的人也会用这种 video 的方式来推他们的推特，然后分享各自正在进行的进展。比如说，因为我们团队的基本上很多的人都是 developer， 都是开发者，然后其他的做业务的职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一个人会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需要交流，然后我们会互相反馈给互相。因为有的团队是这个团队已经 contact 的已经好了之后，不能我们同时每2个人或者3个人同时接近这个项目，所以我们会互相交流是谁touch 了哪个项目。这个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我的工作。谢谢。那像你们像是 DBridge 是一个全球团队，那你这边呢主要是面对的是日本跟韩国的市场。那像这样子的话，你的工作内容会有不同吗？或者是说，就是日本跟韩国这2个国家，这2个市场，它有没有比较你觉得最大的差异点会是在哪里呢？最大的差异点的话，虽然就是很多人认为韩国和日本是靠近在一起，所以觉得我们的想法呀，或者是我们的习惯都会一样的，但是确实有很大的不同。虽然这2个市场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近的，坐飞机只有1个半小时，文化也看起来也是很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发现区别特别特别大。共同点是，日本和韩国的共同点是大家都非常看重关系。就是我知道中国也是很看重关系，我觉得亚洲都是很看重这个关系。所有的项目，所有的 partnership，我看的都是从关系开始的。但是这个是不仅仅是在中国，然后还是在韩国，特别也是在日本，不像西方那样只靠一份 PPT 就能定下来合作，对吧？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才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个是日本和韩国的共同的一点。但是呢，他们之间也是有很不同。韩国市场相对比较开放，对新的项目、新的事物的接受速度非常非常快，只要觉得有意思，然后可以挣钱，他们就会有反应，就是很快的速度，他们就会加进那个项目方，然后在里面一起聊啊，然后一起互动。但日本来说，日本真的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我还知道有一个项目，他在日本做市场，他们在做 marketing 的时候就已经花了3年半的时间在日本，但是呢，那个效果3年半之后快到4年的时候才有一点点出来而已。所以说，
从第一次接触到真正合作，然后过程是非常非常的长，然后这个是跟韩国不一样，然后日本他们的决策流程也是特别特别的复杂建立信任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不像韩国，比如说韩国是见几次，然后跟他聊的时候，你是真心的话，你觉得可以的话，韩国人是真的会很开放的，就是跟你一起跑。但是说对日本人来说，无论你是见他见了好几次，他不会很把他的心开放给你，所以需要很多的精力，你要去跟他们谈。是，这个我也非嗯，常感同身受。所以也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韩国它比较快速，比较迭代感比对较快。那对的对的像在日本的话，你就会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来去经营日本的市场。对的。那在这份工作的过程之中，你会有没有比较享受哪一个部分呢？就是像是有趣的部分，还是说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呢？有趣的部分，最有成就感的话，应该是，当然是听到对方决定要跟我们合作的那一刻。有时候跟这些项目方聊很长的时间，有时候会是1星期、2星期，这个是算是很少的。但是有的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跟他们聊。然后有时候跟他们在群里聊，他们理都不理我，这个是很擅长的事情，很多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很多，这样的时候会很伤感情，我就觉得很失望，所以我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跟他们聊了也这么多，花了心思去维护这个关系，但是甚至对方反应就是零淡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累，然后我都想我现在在做什么？但是在这个时候，最后听到那句"我们一起试试吧"，我把这个份已经传到我们的 boss 上了。有这些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瞬间就真的太开心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应该是这么说吧。还有就是，当我听到2个在我的 Meetup，就是 Crypto Pros Meetup，在 Meetup 上初次见面，我会在中间帮他们介绍，然后后来真的开始，他们2个后来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超级超级开心。虽然不是说，我直接做出的项目，这个不是我的项目，但想到那个连接是从我创造的平台上开始的。所以作为一名 connector，那是我觉得是最有成就感，然后还有是最知道满足的时刻。谢谢。我觉得听完之后啊，其实这不止在 Web3，其实对于现在很多 Web2 的大家现实生活中，也对你刚刚说的那一番话，应该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嗯，对，对，我觉得也那对啊，其实台湾有一句话叫做"真心换绝情"，其实还蛮适合用来形容你刚刚之前讲说啊，很多时间经营了这个关系，但却后来确实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但这就是台湾会说的话。我觉得亚洲里面全亚洲人都会说这句话，因为所有嗯，的都是需要关系维护来开始的。对对对，没错，这尤其是这样是在日本，还有在韩国，其实也大家都非常重视像这样子的关系，包含学历或者是工作经历这样子。对对，说的对。那这样子，前面我们聊了蛮多你的个人职涯跟日常生活这样的工作生活。那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好奇 D Bridge 这个项目。那 D Bridge 是一个跨链协议的基础设施项目，那主要是让不同区块链上的讯息可以彼此交换，那还有互通。主要目标是要让不同区块链之间可以安全、快速的传输资产跟资料。那我想可以请 Yuli 这边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来介绍一下 D Bridge 在做的事情吗？好的，可以的。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像以太坊Solana、Tron 等不同的链之间原本是互不连通的，但是D Bridge 作为一个
操作性基础设施，让资产和数据可以自由的流动，把这些孤独的这些链都连在一起，就是一个桥。然后，对，我们下个月即将推出一个全新的产品，叫做 Borderless。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说的话，它就像是跨链界的 Uber 吧。我们打车的时候，只需要输入目的地，然后到达后之后，我们只需要付钱就可以，对吧？但是我们不会需要自己跟司机说走这个路，走那个路，然后路线需要我选择，还有中间司机去加油或者是过道费这些我们都不需要想，对吧？但是现在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需要每次的 transaction，我们都是需要每个链上的 gas 都是需要我们来准备一下的，所以 user 的 experience 是非常非常不好。但是我们推出来的 Borderless 就像 Uber 一样，你只要是点击一下，输入你要去哪里，就比如说你要把你的USDT 以太坊的 USDT 要传到哪里，你只要把这一键输入上去，剩下的所有这些复杂的跨桥过程都会自动完成。这个是我们刚出来的 Borderless。然后即使是刚接触加密货币的新手，也能轻松的可以使用。然后此外，我们还推出了针对 AI agent 的 MCP。最近 AI agent 出来的很多很多项目都说自己有 AI agent 可以帮助我们做trading 或者是其他，但是没有项目说可以帮助 AI agent 更好的 trading。所以 AI agent 现在当然需要担任很多，但是他们的 tool 确实是很少。然后就是工具，而这个工具是对他们来说是最高效的让他们工作。所以我相信在未来AI 与加密货币融合的大城市中，我们的 Dbridge 将成为最核心的基础设施。谢谢。所以这样子的话，听起来的话 ，DBridge 跟像你们推广的服务，其实都是在帮一般的，不管是已经在 crypto 里面的人，还是在帮一般的人，都能够让大家更好的、更方便的进入到这个世界。确实是你说的对，就是像 Web2 里面的人想进入 Web3 的话，他们确实很难，但是在 Web3 里面的人，他们每次 bridging and swap 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每次都需要 gas，然后从开始的链到结束的链，然后中间的链你都需要准备。然后要是被 fail 的话，你还要重新开始，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对Web2 的人 Web3 的人也是这么难，那何况是 Web2 的人，他们是绝对不可以绝对应该是，我不能说是绝对吧，应该说进入 Web3 是会非常非常难，所以这个门槛我们是想要帮他们弄低一点，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了解。那其实也蛮多其他的项目技术团队其实也都是在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那你觉得像在这样子的项目里面呢，未来的发展，那特别是说在韩国跟日本的市场，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跟变化呢？发展跟变化，我觉得 AI agent 现在出来的很多，所以很多项目都是Web3 的项目会跟 AI agent 是扩展一起工作。
所以我觉得应该以后项目方会推出很多就是帮助 AI agent 工作的工具，会推出很多这样的。然后最近在韩国，然后对日本来说的话，stable coin 也是很火的一个就是聊天的一个怎么一个说呢？主题吗？就是其实也对是对韩国、日本其实都在关注 stablecoin 这件事情上面。对，stable coin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hot topic，所以很多韩国和日本人都是注重在 stable coin。然后在韩国的话，在韩国的银行还有这些证券公司，他们都现在很急急忙忙的在选择这些 layer one chain，或者是然后跟哪个项目或者哪个 infra 一起工作。他们现在都是在急急忙忙在做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以后stablecoin 还有 RWA 还有一个就是 AI 帮助 AI agent 的这些工具，工作工具的项目会更多一点。那像这样子，它其实都是比较偏向 infra，比较偏技术的产业领域。那像是你作为 Yuli 作为一个区域市场，像是韩国、日本市场的负责人，你觉得在这样子一个技术产业领域里面，你觉得你最重要的能力会是什么呢？最注重的能力是您是说身为一个user 吗？还是一个嗯，项目方？应该说像是你是项目方，但不过其实像你刚刚也提到说，在 DBridge 蛮多都是 developer，那比较是偏技术面的。那像是在做这样的推广，或者是这样子的BD 跟 BD 这样 connect 的话，有没有比较哪些特质，或者是说你觉得很需要的一个必须要这样展现出来给他们看的能力，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是我觉得所有的项目需要有技术能力在给他们背后，因为你没有技术能力的话，你再怎么包装也是他们都会暴露出来的，只是暴露出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像 DBridge 的话，我们注重于我们的技术产品，是因为只是口里说出来的话，会是非常非常简单，但是用技术来就是证明你说的是可以认证的，然后可以实现的，这个是非常难。像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borderless，这个是属于是 one instance，就是 one click 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对这个来说。之前也有很多项目方都说我们也是 one instance，但最终到现在只有我们才有这个技术可以推得出，所以对我们来说，特别是对 DBridge 来说，我们是非常着重在开发领域，然后其他的业务上，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你只要是你的产品好，然后你的技术好，这样的话你的知名度也是会跟着涨。因为像我们的话，我们现在已经跟在美国的Encourage Digital，我们已经在合作，然后像英国的 Revolut 也是跟我们在合作。像这些银行跟我们合作的话，这是说明他们已经信任过我们。所以这也是可以表达出其他的项目方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这一个推特，他们也就可以知道我们 DBridge 就是已经被他们考核过一次，所以可以是信得过的产品。然后我们不会像其他的项目方一样，每次都会很大大的做很大大的推广，然后在 marketing 上会费很多的钱，然后给他们 airdrop 很多。我们不会做这样的推广，我们是做很低调的推广，我们也不会做给他们像咖啡呀这些，我们也不会做。
我们只会用我们真正的产品来推，结果很多 user 还有是 DBridge 是针对 institution 还有 power user 他们来用，然后 user 的话就自动的跟着一起用，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是用我们的真正的实力来推广。所以也就会是说，像是你觉得的话，像这样子一个技术产业项目的话，技术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有了技术，就会有相应的受到信任感。那所以你们在做 marketing 上面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推广这个项目，不会需要是利用其他的一些像是 event，然后来去推广，进而就会带动一些像是机构级跟深度的 user 来去使用你们的产品。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应该说这是跟其他项目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做法耶。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像只是需要 airdrop， 你也知道很多项目只是dump and dump， 他们只是想就是一次性的挣钱而已。但是我们是跟那些项目是一样的，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的，直到现在每年都是在挣钱的项目。在 crypto 项目里面能挣钱的项目确实只有20%。20%到30%左右吧，其他的项目都是在亏钱。我们不包括交易所，交易所我们不可能说是这个是一个 Web3，只能说是 Web2，因为它是一个在 Web2 就是网页里面 trading 的，所以也不能说是特别是 Web3。但其实 Web3 挣钱的确实很少。说因为他们不能挣钱，所以他们只是想 one time thing， 就是一次性的，就是钱挣下来之后，他们就跑人。但是像这些我们这样 DBridge 或者是真正想做产品的，就是有技术的团队，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我们都是会用 steady 的方式来把我们的产品做好，然后把握好这些机会，跟这些 power user 还有 institution 就跟他们 long term 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的方式。好啊。那接下来想要了解一下，是说作为像 Yuli 作为一名 Web3 的日本、韩国的市场的 country lead，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未来的规划呢？或是有想要更大的梦想呢？对我的规划还有梦想，暂时对现在来说，还是希望能找到更多的 partner 跟我们一起合作。然后我最近在着重在于 stablecoin 上，所以最近我都是日本和韩国，我都会跟一些 institution 的联系方式跟他们见面，然后跟他们开会。因为 stablecoin 肯定会很火，然后很多的银行还有很多的政府，这些都会选择 stablecoin 的方向，还有 RWA，所以我现在会很专注在这个方面，跟他们接触，然后跟他们聊，然后像 infra 的时候找 cross chain 或者是 same chain cross infra 的时候，我让他们选择我们的 DBridge。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组织的一个Crypto Pros Meet，我想把这个线下活动弄大一点。现在是只有韩国的 project 他们会来参加，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把这个 events，这个 offline events 弄大一点。可以让其他国家的项目方也过来参加，然后在里面一起互动，然后一起 co-marketing，这样我们会产生很大的 synergy。我是非常希望把这个弄大。然后我最近也准备了一下，在推特也是准备了一下，就是名字叫 DeFi Korea， 在里面聊一些关于 DeFi。您也知道，最近有 Layer Zero 这个事情也有很大的对对对。打击，所以我们就是想在里面，在这个 space 里面跟大家聊一下关于 DeFi，
然后很多人想做 DeFi，但是他们不懂 DeFi 是怎么做，所以就是跟他们聊怎么做 DeFi，要在哪个 DeFi 上存钱，然后就是简单的跟他们，不是像说给他们教育，只是跟他们随便的，就是轻松的聊。我现在还在准备这个还有一个这个项目。哦，那不过这些项目应该都是韩文吧？之所以这个都是因为韩文，然后我这次去香港的时候，在 event 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就直接用中文跟我说你是 KOL 吗？我说其实我是在韩国的话是属于一个 minor KOL，不是一个很大的 KOL。然后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说法，然后我就想一下，要不要 pivot 一下，转换做一个中国的 KOL？ 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切入点呢。对啊，我不知道会这好像，不会。对啊，这个好像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呢，我们还蛮期待的哦。因为你也知道，我身为韩国人，我可以讲中文，然后还有英文，所以说，对，像就 Web3里面的很多 user，然后很多项目方都是讲中文的，所以讲中文的话会有很大的 benefit。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我用中文聊天，或者是用中文发布消息，然后在推特上用中文发的话，会不会其他的中国项目呀也会跟我说，然后我们会再把韩国的项目，然后中国的项目给他们连接一下，作为 connector，可以帮他们连接，这样也会有一个很好的 synergy，我是这么想的。好啊，那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能够就是听到你像这样子跟我们这样分享好了。那今天也很谢谢今天晚上 Yuli 跟我们的分享。那在最后的时候，想要请 Yuli 对于现在想要进入 Web3 领域，或者是就是 Web3 从事市场或者是一些 community 社群相关工作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建议呢？建议的话，对，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市场策略必须是不一样的。虽然具体要看是什么项目，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韩国市场是社区优先，你得先在 Telegram 或者是 X 上把社区的热度做起来，就做一些 marketing，然后而且韩国用户是非常聪明的，他们能一眼看穿项目方有没有诚意，是不是真心的。然后如果你只靠发空投或者是奖励，然后这些咖啡 airdrop 的话，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只是拿到空投他们就会走人，不会一直跟着你。所以你必须是用行动证明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在做韩国市场。有时候办一场高质量的线下活动啊，或者是做几个月的线上营销，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然后日本市场的话，更适合合作伙伴优先吧，我可以这么说。通过当地已经有那种信义的合作伙伴，或者是社区来进行背书的介绍。如果这样的话，效果会是更好。然后因为日本用户对陌生的海外项目通常会有就是疑心，会有疑心。另外日语内容的质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是用翻译器然后发起来的话，这个会起反作用，这一点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我还是建议，要是想做日本市场，真正的想做日本市场，
然后真正的想做韩国市场的话，还是要找当地的人。然后这两个市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维持。这个只靠一次性的活动啊，或者是发几篇推特呀，然后这样是没法打开这个市场的。需要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长期可以一起走的这个项目，他们才会开放他们的心，然后跟你们一起走。所以最后说实在的话，找一个当地的人、当地的合作伙伴来跟你一起工作。就是 part time 也可以，或者是你找当地的GTM 公司也可以，你都可以，只要找个当地的人帮你，就是这样就可以和真正了解。但是也不能说只是那个国家的人他就可以所有都可以做，你还是需要找真正了解市场的这样的人合作，才是减少试错然后快速成长的途径。的确啊，就是日本跟韩国其实都有蛮强的文化隔阂跟文化壁垒，这也都是必须要有当地人来去做会是最好的。那对，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了 Q&A 时间，那有没有听众想要先提问的呢？Hello，Hello嗨，Yuli，我是 Emily，我想请教您，就是 Deep Bridge 它是属于在区块链基础建设的技术，它是直接面对 Builder，所以不像是交易所面对的是个人客户。那想请教您，在日韩做这个 Web3 Builder 的 Community，是否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谢谢。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太好了，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其他的我们的 D bridge 和其他的传统的 bridge 相比的话，我们的费用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费用里面我们是会给他们返 point 的，比如说你 transaction 的时候，你用$1的话，我们会给你返100个 points，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points 来去兑换我们的 DBR token。我们的 token 已经 listing 在这些 Coinbase 以下的交易所全部都已经 listing 上了，所以说其实你swap 之后，你拿着这个 point 兑换我们的 token，然后你把那个 token 再去卖掉，这样你就可以把钱拿过来。但是这个他们 user 们每次看到的时候，只是看到的那个钱，其他的 bridge 比如说只是0.05，但是像 eBridge 的话会显示0.1，他们就会选择一个便宜的 bridge。然后每次都会问我你们的 D bridge 为什么是这么贵，但我都会每次跟他们解释，我们不是贵，我们只是想流通我们的 DBR token，所以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给他们转 point 转这个 token 的方式来给他们把钱还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会懂，所以这个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困扰之一。但是对 power user 然后 institution 的话，对他们来说 D bridge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桥，因为对他们来说 zero slippage，然后还有 zero TVL 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的项目是power user 还有institution 是最多的，就是 retail 的话还是会很少很少。嗯那谢谢 Yuli 的回答。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线上的听众有问题想要提问的呢？
好像没有啊。好啊，那还是因为刚好其实时间的关系也差不多了，或是有提问，有没有想要提问的话，可以按麦克风哦，我们这边就可以让你们发问。那也因时间上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先到这边结束。最后，Yuli 有什么想要对台湾的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线上听众的朋友们说的吗？好，再次真心的感谢麦丽岛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给我。其实呢，在准备这次采访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审核了一下自己，因为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奔跑，然后有时候会忘了自己为什么在 Crypto 工作。但多亏了今天的这些问题，让我找回了初心。然后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听众。如果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点点启发，或者让你对 Web3 产生了兴趣，甚至只是有些好奇，都欢迎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这里。毕竟加密货币是没有国界的，无论是在韩国或者是台湾，还是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能连接在一起。这正是这个行业最迷人的地方，我觉得是。希望今天的见面，能成为我们连接的开始。真的很希望有机会去台湾，然后和大家一起喝杯珍珠奶茶。对，到时这个是一定要的。我真的喜欢喝珍珠奶茶。哇，在韩国喝的真的非常的贵。对的，真的是非常贵。然那也后我还吃台湾的彭梨酥，这对零食凤梨酥，对。凤梨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好啊，对吧？其实就像 D-Bridge 它的协议就像是一个跨链的协议，打破孤岛。那也很谢谢今天 Yuli 在韩国用中文带来一个像很精彩的分享，带给我们台湾的朋友，还有其他线上的朋友，看到韩国市场跟日本市场它的一些实务的经验以及未来的展望。真的很谢谢 Yuli。那今天 Mighty 道的 Web3 职涯系列讲座就到这边了。那谢谢 Yuli 的分享，还有其他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这场访谈是由 Mighty 道主办，我们致力于帮助更多人才成功进入 Web3 领域，那打造一个连接学习与实战的专业社群。那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记得关注 Mighty 道，未来还会有更多不同职能与实战导向的访谈，分享给你 Web3 的职涯与可能性。那今天晚上就先谢谢大家咯，我们下次见咯，拜拜。